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人老了，什么最重要？当然健康最重要。健康的身体千金不换，没有了好身体就谈不上幸福晚年。身体一旦垮了，健康一旦没了，人活着就开始遭罪了。60岁出头的朱大伯，平时生活规律，身体一直挺好的。可就在半月前，朱大伯半夜睡觉时，经常出现小腿肌肉剧烈疼痛、抽筋的情况，且左右腿反反复复。起初大伯以为就是简单的缺钙，没什么大碍，也没特别在意，就简单在家附近的药店买了钙片代替补充。一段时间后，症状并未改善，反而越来越糟糕了。有时痛到整晚都睡不着觉，白天根本没有精神。知道不妙的他，这才连忙到了医院就诊。其实，有的时候睡觉腿抽筋，很多人都遇到过。和很多人一样，冲入脑海的都是缺钙了。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其实我们想要知道腿抽筋是不是缺钙，首先要清楚一件事，那就是人睡觉的时候为何容易腿抽筋。一，人睡觉时为何容易腿抽筋？是因为缺钙吗？抽筋其实有一个更严谨的名称，医学上我们叫肌肉痉挛。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患者常常会有剧烈疼痛、腿部僵硬的感觉，如在夜间发作，对睡眠影响很大。导致肌肉痉挛的原因有很多，缺钙的确是一种。当血液中钙离子浓度过低，肌肉容易兴奋并引起抽筋。像孕妇、青少年因钙需求比较大，所以更容易出现，但这只是其中一种，也算比较少见。而说到肌肉痉挛的原因，主要可分为2大类，一类是生理性的，比如寒冷刺激可导致血管收缩，最终引起腿部痉挛。剧烈运动时，腿部肌肉收缩太快，又没足够的时间放松，导致局部代谢产物乳酸增多，也容易出现抽筋。过度疲劳时，比如跑马拉松、爬山等，也容易抽筋。关于朱大伯的抽筋，接诊的医生听了朱大伯的描述之后，了解到朱大伯平时饮食均衡，无明显缺钙依据。通过查看朱大伯昨夜抽筋发作的左腿、小腿肌肉，发现疼痛处肌肉非常僵硬。最终经过一些询问，终于发现了抽筋问题的原因。问题出在了没有预热的过度运动上。原来朱大伯近期每日运动量非常高，平均每日微信运动步数达2万以上，但每次运动前却没有热身，于是就引起了肌肉痉挛。另一类是病理性的，比如中风、癫痫等，可导致肌肉失去神经的正常支配，而过度兴奋引起痉挛抽筋。另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、腰椎盘突出等也可引起抽筋，所以别一抽筋就直接当作是缺钙，还得找出具体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。尤其是病理性抽筋，得找出原发疾病，将病根解决了，抽筋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。2. 半夜经常腿抽筋，很可能这4种疾病的征兆，别不当回事。关于生理性肌肉痉挛，一般来说调理好就可以了，但是如果半夜喜欢抽筋，小心是这4种疾病的征兆。1. 腰间盘突出。相关数据显示，腰间盘突出患者当中，大约有将近 70% 会出现抽筋的情况。它主要是因为脊神经根受压，导致其内部血流量减少引起，好发于老年人。所以老年人如果频繁抽筋，也要警惕腰间盘突出。2.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。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，一些老年人由于患有高血脂、高血压、高血糖等病时，
很容易出现动脉硬化，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患者的腿部血液往往是不流畅的，容易堵塞，导致血液供给减少，致使腿部因缺血而引起抽筋。不管是哪种疾病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导致的后果都是很严重的。所以老年人如果频繁出现抽筋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诊治。3. 肝脏疾病。肝脏是人体蛋白质合成的重要组织，当肝脏出现病变时，会导致体内的氨基酸含量变低。氨基酸是人体骨骼不可缺少的营养素，人体如果缺乏氨基酸，神经系统就会出现紊乱，从而引发肌肉抽筋，导致腿部痉挛。肝脏也是人体的排毒器官，肝脏受损之后，身体毒素就可能堆积在体内，造成肌肉痉挛和疼痛。当人体因为肝病出现腿部抽筋时，要想办法将体内毒素排出。4. 心血管疾病。老年人出现腿部抽筋的症状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心血管疾病。腿部动脉栓塞容易造成半夜腿部抽筋，这是因为 80% 的动脉栓塞来自心脏的冠状动脉。当冠状动脉有剥离或者堵塞的情况，就可能会造成下肢的栓塞，从而导致腿部出现肌肉痉挛。其他心血管疾病，比如心力衰竭、静脉曲张、持续性高血压等，也会导致腿部抽筋。3. 睡觉时腿抽筋如何快速缓解疼痛？半夜抽筋是一件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，可以说没有体会过半夜抽筋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疼痛。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快速缓解疼痛呢？出现腿抽筋时，缓解疼痛的最好办法是轻轻拉伸紧绷的肌肉，用双手使劲按摩小腿肚子，这样可以缓解肌肉疼痛感。当小腿后侧出现肌肉痉挛时，可以平躺，把膝盖伸直，尽量将腿抬高，保持一段时间之后，肌肉痉挛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。还可以用热毛巾敷在抽筋的腿上，边热敷边按摩腿部放松肌肉，这样也能够很好的缓解腿部抽筋的症状。还有一种方法也挺有效的，但需求旁人协助。抽筋时试着先站起来，把抽筋的那条腿往后弯，快要触到大腿时，让人帮忙往下拉，把两个脚的脚心相对，也一定会稍微缓解抽筋的情况。下回要是抽筋了，可以选个适合自己的方式试试，相信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。频繁抽筋怎么办？这些方法或许能帮你预防。抽筋是很难受的，所以为了尽可能远离这种痛苦，大家平时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要多加注意，以此预防抽筋。一是保暖，当肌肉受寒，血管便会收缩，进而诱发抽筋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。夏季尽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，冬季及时添加衣服被褥，有条件的也可以睡前泡泡脚，帮助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从而预防抽筋。二是伸展肌肉，平时运动之前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，尤其是要注意伸展肌肉，可以做伸展操，目的是将身体各个部位活动开，保持下肢血液循环通畅，不然也很容易出现腿抽筋。3是补钙，因为缺钙也会引起腿抽筋，所以平时饮食上也要多加注意，适当多吃一些钙含量丰富的食物，比如牛奶、虾皮、海带、豆腐等，同时适当补充维生素 D， 多吃一些乳酸和氨基酸的奶制品、瘦肉等食品，促进钙液溶解，帮助吸收。另外可多晒太阳，日照对促进人体维生素 D 合成，帮助钙吸收也有很大的帮助。导致抽筋的原因有很多，有生理性的，也有病理性的。如果频繁出现且持续时间比较长，建议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排查疾病因素引起的抽筋，以免造成严重后果。那么遇见抽筋吃什么好呢？什么食物能防止抽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。
抽筋吃什么好？1. 香蕉。腿抽筋可能是因为身体中缺钾导致的，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能够帮助防止肌肉痉挛，特别是香蕉还是能够让人轻松的水果，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引起的腿抽筋有不错的缓解效果。除了香蕉之外，另外富含钾元素的食物还有紫菜、海带、油菜、土豆、谷粒等等。2. 牛奶。腿抽筋还可能是因为身体中缺钙造成的肌肉痉挛，牛奶中含有丰富的钙质，能够帮助身体补充所需要的钙元素，防止腿抽筋。除了牛奶之外，富含钙质的食物还有黄豆、紫菜、芹菜、豆腐干、香菇等等。3. 动物肝脏。动物肝脏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， 能够帮助身体吸收利用钙元素，避免因为缺钙出现腿抽筋。除了动物肝脏之外，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沙丁鱼、蛋清、海鱼、奶油、瘦肉等。除了补充维生素 D 来促进身体对于钙质的吸收，还可以通过运动补钙和晒太阳补钙的方式进行。4. 豆腐干。豆腐干营养丰富，含有大量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，还含有钙、磷、铁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，而且豆腐蛋白属完全蛋白，不仅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，而且其比例也接近人体需要，营养价值较高。豆腐干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食盐、茴香、花椒、大料、干姜等调料，既香又鲜，久吃不厌，被誉为素火腿。豆腐干含有的卵磷脂可除掉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，防止血管硬化，预防心血管疾病，保护心脏。豆腐干含有多种矿物质，补充钙质，防止因缺钙引起的骨质疏松，促进骨骼发育，对小儿、老人的骨骼生长极为有利，对缺钙引起的抽筋也有很大的益处。5. 大豆。大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。黄豆中的卵磷脂可除掉附在血管壁上的胆固醇，防止血管硬化，预防心血管疾病，保护心脏。大豆中的卵磷脂还具有防止肝脏内囤积过多脂肪的作用，从而有效防治因肥胖而引起的脂肪肝。不仅如此，大豆中还含有可溶性纤维，既可通便，又能降低胆固醇含量。大豆对手足抽筋疼痛也具有很好的疗效。以后大家在遇到腿抽筋的情况，不妨试试以上这些方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